今天一觉睡醒，看到好多人感谢我，没想到我也有能做科普视频的一天。首先，这个确实是蓝环章鱼没错，但是蓝环章鱼也是分品种的。你们瞅一下子火锅店这只，跟我现在养的这个蓝环章鱼是同一品种，其外貌特征就是身上的蓝圈非常小，这个品种也是所有蓝环章鱼当中毒性最小的。听说当地渔民还有拿这玩意儿喂鸭子，但是鸭子没粮的。但是有毒就是有毒，千万不要吃啊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，毒性大的蓝环章鱼长什么样？长这样。视频这只就是我之前养过的，全身遍布巨大的蓝圈，特别漂亮。但是这种蓝环章鱼毒性巨大。被咬到的话，救护车都不用叫了，能写遗书抓紧写，写慢了可能事儿都没交代完，人就没了。当时我那只蓝环章鱼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跑缸外头去了，咋找没找着，直接就给我下搬家了。当时住那房子，我到现在我没敢往外卖。有我的前车之鉴，我呼吁大家一定就是看着带蓝圈的章鱼，别碰、别摸、也别吃。然后还有好多私信问我高温消毒行不行，煮沸需要等几分钟。郑重声明一下，画个知识点啊，蓝环章鱼毒素属河豚毒素，众所周知，河豚毒素是高温无法分解的，所以大家都要好好活着，不要尝试。哎，如果说过年大家非要吃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咱们脸盆那么大的帝王蟹啊，10来斤的大龙虾。以上那些东西，大家在吃之前呢，先发过来给我鉴定一下子啊！要实物不要图片啊，图片鉴定是不准的。完了就是它有没有毒，能不能吃？我先给你们鉴定一下子，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，就是这种小事我非常乐意啊！我这眼泪都从嘴角流出来了，我。今天是大丰收的一天。到了一只袋里加了麻药的海水河豚，估计是怕运输过程中它的小牙把袋给咬破。还有一条长相极度奇怪的鱼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它应该是出意外了。重点是他送了我一只帝王蟹，像我这么大方又爱宠物的人，那必须给我家宠物吃它的一条腿儿，有腿吃就不错了，要啥自行车？先喂螳螂虾，等一会儿螳螂虾吃剩的食物，我愿称之为东南亚风情虾菇手锤龙虾丸。再喂真肖章鱼，坚硬的蟹腿与柔软的触手邂逅所碰撞出的反差感，表达了我对后现代都市青年爱情观的控诉。而触手上有力的吸盘，代表了现代年轻人在爱情当中极强的占有欲。如此发展下去，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来回拉扯，抓得越紧，另一半就越是想逃。哎呀，谢谢张师傅的手部拔罐服务啊，真去火呀，拔一下松快多了。最后一盘喂给墨鱼，但是他们过年的时候全军覆没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烧给他们，应该能收着。烧完了，哇，感觉出事儿了，我还在这嘎达乐呢，这俩要死的乌贼开神了。突然我就闻着我旁边有一股就是咸鱼味儿，完了我一回头。咱就是说，当时这个光景就给到了我们一个这个震惊的这种感觉。拥有着丰富死鱼经验的本人一眼就看出来，好像是蓝环章鱼。他身上依稀还能看出来环状花纹呢，大小都对上了。咱家除了他，没有这么大点的章鱼。那不能啊，蓝环在这个缸里呢，缸盖都锁着呢，它怎么还能瞬移出来？好像是眼粒子。哦，那它是搁这儿掉下来的？不可能啊！你们看啊，这个玻璃条子，它平时就是锁缸用的，因为这个缸盖后面它经常漏这么个小缝，所以说平时这个玻璃条我就这么一卡，这样一来后面就没有缝了，它怎么可能跑出来呢？我昨天没卡是吗？哥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我指定给你厚葬了，就埋在我家院里头。让你看着我每天向你忏悔，那嘎巴让它抠不掉。是这个。哎，你们说发明铁板鱿鱼那人是不是就是家里养的章鱼死地下了，然后把它抢的时候获得的灵感？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啊，把它埋我家院里，那地是不是就有毒了？种出来的菜能不能也有毒啊？不行，不能买。那要是冲下水道的话，算不算投毒啊？到了条新鲨鱼。你们猜猜是啥？新皱唇鲨。朋友担心我触缸生情，加急空运来的，80多斤，这种朋友可交，还送俩暖水袋。老天保佑一定要活着啊！我愿意用我胖20斤为代价换这条鱼平安无事。妈呀，活着呢！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你活着，我有点不太高兴呢。过完水了啊，入缸。下回你们看我视频，要是发现我脸圆了，请不要在底下评论告诉我。上一只皱唇鲨就是搁这个口跳出来干死的，你就搁这儿进去吧，
希望你这辈子都不要走回头路。状态倒是挺好，就是有点瘦。完了，他入缸以后，我发现蓝环章鱼状态有点不太对劲儿。你搁那儿挠啥呢？瞅着鲨鱼你头皮刺挠啊！哥们儿跟我说箱子里还带了个小礼物，俩海螺还特意装个袋儿，但我瞅着怎么眼熟呢？查着了，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它是鸡心螺。完，屏幕碎了。整明白了，哥们儿说看我养蓝环章鱼养挺高兴，再送我2个小毒虫让我高兴高兴。你送我你倒吱一声啊！是不是看蓝环章鱼迟迟不肯行动，迫不及待想吃我席了你？科普一下啊，这个叫鸡心螺，也叫玉螺，是一种含有剧毒的海洋生物，它可以从嘴里面喷出一种特别细小的毒针，毒性大的品种甚至可以致命。所以大家在海边看着这玩意儿千万别碰啊！我现在养的东西啊，一个给自己搓澡的蓝环章鱼，一个人吃了会中毒的铜柱熟若蟹，这又来俩鸡心螺，真是不给我活路啊！欢迎大家来吃席啊！家里的宠物集体怀孕，大家都会高兴吧？但如果有一个是蓝环章鱼呢？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。造成这桩怀孕惨案的咸鱼一共有2只，露半张脸盯着孕妇看的害羞环，还有一直在旁边秀肌肉的健美环。可是我在推理案情的初期就遭到了致命性的阻碍，主要原因就是我不会看这玩意儿公母啊，这玩意儿作案工具长哪呀？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怎么处理这个孕妇。我知道你们很想看蓝环章鱼宝宝的降生，但几十只蓝环章鱼前赴后继的越狱，我可能连搬家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上隔离盒吧，大人小孩全关一块儿，稳妥。哎，你吐沫咋焦黄呢？上火了？第1位孕妇搞定，心里踏实多了。带你们看看第2个孕妇。哎，对了，我这空了个1米的鱼缸，大家想看我拿这缸养什么，直接吱声啊，必须满足你们。第2位孕妇登场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他俩谁生的，但是后面那个确实是墨鱼卵。给这俩怀孕嫌疑妇都补充营养吧。我现在心情非常复杂，你俩是早不生晚不生，偏偏赶在我买的墨鱼卵到家了才生，这钱花的渠呀！孵吧，多子多孙好，不过能不能孵成还两说呢，毕竟我的实力搁这摆着呢嘛。什么情况？蓝环章鱼死了1只，难道真是我养死鱼了？不对，冷静下来好好推理一下。门窗没有被撬开过的痕迹，门锁也没有问题，看来不是外人所为。一切的证据都指向是我养死了蓝环章鱼。虽然大家都叫我海洋之灾，可众所周知我不可能养死鱼。前天被我关在隔离盒里的蓝环孕妇抱着死者的公蓝环章鱼，难道……我知道了，心机之蛙一只猫黑刀子，凶手就是你，公蓝环章鱼。你一直都非常爱慕着死者，但是碍于你有老婆的事实，无法跟他喜结连理。于是你残忍地让你老婆怀孕，利用我害怕蓝环章鱼成功孵化的心理，让我不得不把他关进隔离盒。没有了老婆的束缚，你就可以跟死者明目张胆的郎情妾意。但是你在跟他忘情拥吻的时候，不小心咬破了死者的舌头，使他中毒身亡。而证据就是这只拥有剧毒而且饿了半个月的河豚都不敢吃死者，可见死者体内注入了比河豚更厉害的毒素。只有你蓝环章鱼有这个实力。误杀了情人的你惶恐万分，想嫁祸于我，可是你忽略了我是不可能养死鱼的。邪恶的你想躲进真相的黑暗，而把你薅出来的是我这个外表看似脑残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名侦探王小怪。不是我推理的没毛病吧？哦，帅气的怪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天才。